Hello，我是 Kitty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包包，对，又是包包。那这个包包是因为我之前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有 po 几张照片，然后蛮多人想知道它好不好用，然后容量啊、材质什么的，所以想说拍一个开箱。但我其实已经用一阵子了，所以是假开箱，因为很久没有做 What's in my bag 了嘛，就顺便再做一下 What's in my bag 跟你们分享。那首先我会买这个包包呢，是因为它一直出现在我的 Facebook 广告里面，就它一直不断的出现了，就是你每一天滑手机都会看到。然后包包的款式啊，又完全就是我喜欢的，而且照片又拍的还蛮有质感的，所以我想说那就干脆买来试试看。那买了收到啊。真的非常的喜欢。那如果你也是常常有在看什么有关穿搭啊，或者是美妆类的资讯，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在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一直被投放这一个包包的广告。它是一个韩国的牌子，叫做 Miu Muse， 还有这边有它的 logo。那我查了一下有关这个牌子的资料啊，网络上非常的少，它好像是一个。算是一个新品牌吧，就是那种新的小众品牌。那它的皮质呢，我觉得没有算是非常的好，就是一般那种牛皮的皮质，但是也不会说看起来很廉价。我会被这个包包吸引啊，主要是因为它的背带，你看一下。不觉得背带非常的漂亮吗？那它背带啊是分开贩售的，所以你是可以买不同颜色的包包来搭配不同款式的背带，所以你是可以稍微客制化心里最理想包包的款式，这样可以自己小小的变化包包，比你那种买来都是一个配套好的一套来的吸引人。然后它的背带啊款式非常多，你可以上网看，我会把他们的网页链接放在描述栏，就是有什么花的啊、千鸟格啊，或者是不同颜色的彩色素色啊，还有猫咪什么的，反正就看起来都非常的好看。那我选的这个背带是文字的，它上面是写 Good girls go to heaven, bad girls go to everywhere， 意思就是好女孩你死后可以上天堂嘛，但是坏女孩你的人生会比较丰富的意思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不管是它的意思啊，或者是它这样子配色文字啊，我都非常的喜欢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背带跟配黑色的包包。这个包包啊，其实你买来它本身就是有附一个跟包包同样颜色的细背带。好，细背带扣上这样，你不觉得它就一秒变普通吗？刚刚原本宽背带很好看啊，然后细背带就觉得。为什么要买这个包包？所以如果你是不想要另外买背带的话，我觉得你就不要买这个牌子的包包，因为它没有配上宽背带，真的就是非常普通的，不如去买那种什么1000多块的韩货来背就好了。然后你们看一下细背带的长度，细背带比较长，你看我现在侧背哦，都有到腰下，然后如果单肩背的话是会到屁股的位置。那细背带我觉得真的是。很普，我不想要多说什么，所以我再把它换回我的宽背带，换回宽背带，又变回原本好看的样子了。宽背带比较短哦，你看我背起来，它是我斜背的话会再盖到肚子，如果我肚子在这边，斗宅在这边，它会盖到肚子。然后如果是单肩背的话，就是差不多在。腰这边，因为我的腰在这边嘛，让我的腰这边，我觉得宽背带这样子的长度很好看，就是你斜背这样放在前面，有没有？这样非常的好看哦，这宽背带真的超好看的。然后他们家的包包啊，就是这样子四方方的。我本身对这种方方的包包有极度的偏好，就是我喜欢很方很对称的东西。像有的包包可能是不规则形状啊，或者是有什么梯形之类，就是比较。稍微更设计感一点嘛，那种就会比较不喜欢。但这个这样子四方方的啊，我超级喜欢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小设计，就是头顶这边有一个拉链。那他们官方的文宣是你可以这样子拉开放手机进去嘛？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，装饰效果比较大啦。因为如果你要放手机的话，其实它这边是。磁扣的翻盖，你要放手机、拿手机这样子比较方便。你要特别在这边拉开放进去，然后再拉起来，我觉得这样不是比较快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装饰性的成分比较高，而且它有这样子一个拉链，的确我觉得包包也是有变好看，因为你看整个这样子黑色方方，会觉得像一个砖块，可是它多了一个这样子拉链在这边，就整个好像。
稍微有加了一点那种设计的小巧思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拉链我觉得它是在外观上加分，可是功能上就没有特别加分的。然后它这边是磁吸盖嘛，吸的还蛮紧的，就不会很容易自己翻起来什么的。你看一下。就是你要掀开，还是要有一点点力气的，所以这个包包的这个翻盖，我觉得设计的很不错哦。然后它整个外观呢就是这样子平滑的，它没有任何的暗袋。里面的部分呢有一个拉链内袋跟一个小小的那种可以放卡片的隔层。然后在包装上啊，它是有附防尘袋，它们防尘袋还蛮漂亮的，我觉得。这样子，然后黑色的缎带，就是简约中带有设计的小巧思，然后质感做的还不错哦。那因为这个包包不便宜，其实像它包包本身就是包包加这样子一个细的背带，好像是7、8千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宽背带本身呢是大概2000左右，所以你要像买一个包包加一个宽背带，其实会大概到1万左右。所以这样子不便宜的价格啊，我觉得它的防尘袋是有呼应到这样子的价格带的。然后在背带本身呢也是会有附一个小小的防尘袋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包装上是做的还不错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看我这个包包里面到底装了哪些鬼东西。首先我就抓到什么分享什么。第一个是我的手机，应该大家都知道，我用的是三星的 Note 8，粉红色的，然后后面有这样子的 Ryan 手机支架，这个我之前分享过了。如果你想要看它的更详细的分享呢，好像是在某一集的爱用品吧，我会找到把链接放在这边。然后还有的钱包也出现过蛮多次的，它是 Chanel 的零钱包，但是因为我习惯背小包包嘛，所以我其实都是用零钱包在装我所有的钱跟卡片什么的。它这样子零钱包啊，是翻盖里面有2格，你看一个零钱包我可以塞这么多东西，我所有的证件跟我的信用卡，还有像这个什么星光3月的小朋友卡也放在里面，然后钞票跟零钱。我都一起挤在这里面，所以这个的容量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大。它零钱包背后还有一个小口袋，像如果你要逼悠游卡放在这边，这样子去逼是还蛮方便的。然后我的零钱包材质是小羊皮，就大家都会觉得小羊皮不好照顾，是不是会很容易刮伤？我觉得没有你们看一下哦，我就是这样子丢在包包里面，跟所有东西一起在那边碰撞啊，刮来刮去的，你们看还好好的啊。我这个已经用了应该2年有了吧，我忘记了1、2年，但它都还好好的，就是有一点点使用痕迹啊，可是不会说看起来怎么刮得乱七八糟，而且它的蓬度还在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这样子压在里面，挤在里面，它的这个蓬度还在，所以我觉得 Chanel 这一款的小羊皮啊，没有想象中的脆弱，我买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的。再来，舒洁面纸。平常我其实不太带面纸的，就是现在有小孩之后啊，你常常真的会，你知道小孩就流口水啊，或者吃东西要抹在你身上就一定都需要有面纸，所以我最近就会带面纸。然后还有镜子，这个镜子是 Armani 寄来的公关品，薄薄的很好携带。你看这背后就是他们这个裸粉色，超漂亮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镜子面，还有。我基本上随身都会携带甜食，就是我常常会觉得饿到那种什么盗汗啊、无力，所以我身上都会常常带着甜食。像冬天我就只会带巧克力，夏天我就会带糖果，因为你如果夏天带巧克力，它就会融化在你的包包里面很糗，所以夏天我就带糖果。最近买这个我还蛮喜欢的，它的形状是像 Jelly Belly 那样子，我原本以为它吃起来就会像 Jelly Belly 那种口感，可是没想到。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它很 Q， 它是超级 Q 到很韧，像吃一颗哦。它那个韧到是你没有办法直接咬下去的，因为像我是有一点点咀嚼肌无力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咬到底。然后这样子稍微嚼，然后口水把它融化之后，它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，就是有点汽水味。反正这个我很喜欢吃。我很喜欢，如果你喜欢那种很 Q 的 QQ 糖啊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个，这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还有一包口香糖，基本上我其实后来就很少吃口香糖了，因为好像吃口香糖你一直嚼，又没有东西进到肚子里，其实是伤胃的。就后来是比较不吃口香糖，我是改吃薄荷糖。只是上次刚好在路边有人就是那种身心障碍啊，或者是什么阿伯啊在卖，他没有薄荷糖可以选，我就买了这个薄荷口香糖。
因为像我工作啊，常常会要出去见到厂商什么的，那我会比较长时间的坐车，在见到厂商之后，可能口气会比较不好，所以我身上都会带着薄荷糖啊，或者像这样口香糖来让我自己有好口气。不然如果你去见到别人有口气不好，你们觉得超害羞吗？我就觉得这样子真的超级不好意思，而且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在背后讲，我跟你讲，Kitty 口臭哎，我觉得很怕被人家这样讲，所以我身上都会带着一些让我自己口气清新的东西。如果我忘记带啊，我一定马上下车，我就会先去买一个薄荷糖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再去我要去的地方，再去见到别人。好，再来一个护手霜。我会带这个护手霜，只是因为它小，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，我觉得还好，它是瑰柏萃的，然后梨子口味的，你看一下上面有画梨子，这个我觉得太，它的味道太甜了，有点像泡泡糖，就是口香糖的味道，就跟什么梨子啊什么完全不搭，所以这个我就想要赶快把它消耗完，不是我特别喜欢它。然后这种小小的，它是25毫升，对，25毫升，这样放在包包里面还蛮刚好的。然后再来有一些发票，还有口香糖的垃圾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又是发票，然后两支唇膏，我会比较轮流带，那我一定会带着一支滋润度比较好，然后颜色比较像我自己的颜色的，因为像有时候可能没有化妆又想要有一点润色的话，我就会带一支这样子比较符合我自己本身的唇色，然后又能够滋润嘴巴的。像我最近用的是这个 Armani 红管的101号。这跟我原本的唇色非常的像，然后这一款的滋润效果我很喜欢，它擦起来很像那种水水的感觉，你嘴巴就会一直有在被补充水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 Tom Ford 细黑管的12号，这个颜色是很裸的，画给你们看吗？我会放这个的，因为我发现我买了一直忘记用它。就想要赶快把它用一用，我才把它放进来。不是说我觉得这个颜色要特别的大推荐，或是我很爱这样，没有。那它颜色是很好看，它是有一点点珊瑚裸色的感觉。那我觉得 Tom Ford 唇膏的调色也是都很漂亮的。然后里面莫名的出现了一个眼影笔。这个在上次的日本开箱有分享过，日本开箱的链接会放在这边。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旅行携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包包里面。好，最后的东西，护垫夹在这边，夹在放信用卡的这个隔层。护垫我现在换了，我之前用什么牌子我忘了，反正我现在都换成用这个康乃馨的，因为它比较大片，就是。要分享一个非常不好意思的东西，就是我产后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像丢的状况。就如果可能打喷嚏比较用力啊，或者甚至笑比较用力，都会有一点点稍微的像丢。因为我一定要用护垫，然后这个护垫呢，因为它的体积比我之前用过大，所以更能够覆盖住那一块。我现在都用这个牌子的护垫。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说你那边你就要做什么凯格尔运动啊，我知道。我只是常常会忘记做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有一点点像流的状况。我希望我能够常常记得起来要做那个凯格尔运动，就是夹那边的动作。我希望我能常常记起来。我也希望我能够常常做了之后，能够不要再像流了，不然常常有时候连一用力，你可能一弯腰用力把宝宝抱起来，也就那边就这样不小心一点出来，就是。我现在为什么在谈论我相流？好，反正我包包里面的东西分享完了，然后这个包包也分享完了。它的料子呢就是牛皮，可是它不是那种什么摸起来特别软啊，或者是味道特别好闻，没有。我觉得它就是很一般的牛皮，并没有感觉皮质特别好。但是整体来讲呢，质感我觉得算是有对得起价钱的，而且它可以换背带，真的。非常的棒。那对于背带的推荐呢？因为我买这个很喜欢啊，就梦露、小米他们也有买。梦露它是买黑色的包包配一个花的背带，我觉得它那个花的背带啊，非常适合你如果喜欢穿黑色衣服的人，因为像梦露常穿黑色衣服。然后它背那个花背带就非常的好看。可是像我比较常穿白色的衣服，那我背那个花背带啊，真的不好看，真的不好看。那像白色衣服啊，我觉得配这个背带。
是最配的，超级好看。因为我等下放一些穿搭在这边，就我觉得我的白衣服配这样子的背带是最好看的。如果你是比较偏好穿黑衣服的话，你就要买梦露买那个花背带是比较好看的。然后像其他素色啊，或者其他图案的，我就没有买，我也没看过本人，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给建议。但是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有兴趣的，它的质感真的很可以，然后背起来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。所以如果想买，然后你觉得这个价格你认可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下手的啦。这个东西我是买的非常的喜欢，而且买了之后，好，我就几乎天天都背这个哦。然后还有重量，大家应该都会很重视包包它自己本身的重量啊。这个不重，你们看，非常非常的轻，因为它的皮质并没有说很扎实。因为像很多名牌的包包，就是它可能皮质会用的很厚很扎实，或者是有的包包它上面有那种很粗的金属链，那都会很重。那这个因为它的皮质就比较普通嘛，然后又没有什么金属料在上面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重量啊是非常的轻，像你天天这样我装满满。背也是不会嫌重的，然后它在五金上面呢，我觉得也是做的算够细致，没有到很精致，可是也够细致。就它这上面啊，也是有印他们的 logo， 有看得到吗？这边也是有印 logo 的，不是就什么批来的五金乱扣一扣，就它这些东西是有在用心在做，然后底下是没有五金料，可是它是有做一块这样子。防刮在底下，所以你要直接放着呢，它也是可以站好的，然后也不会说底下刮到就包包坏掉，是不会的。这边是有做双层，看得到吗？这边这样有做双层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你看像它包包的这个背带收边，我觉得也很漂亮。就它其实你看起来很普通，有点像一个砖块的方方包，可是它设计上是有很多小细节都有注意到的。然后像这边啊。内里的收边啊什么，我觉得都很不错，所以这整体呀、我是满意的，我非常非常满意。然后价格虽然不便宜，可是我觉得也没有说到贵到无法接受，因为基本上还是卖设计嘛，因为它的设计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，尤其是这个背带真的深得我心，我一定还会再买其他背带来搭配。以上就是今天 Miu Miu 包包的开箱跟 What's in my bag。如果你也有买这个牌子的包包，然后你买的其他款式的背带，可以拜托跟我分享吗？因为我很想买其他背带，可是又没有看过本人，就很怕那个质感啊，或者是图案里面有什么意外，什么意外很难形容，反正就是很怕看到本人跟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买其他背带，麻烦跟我分享，给我参考。好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不要去订我频道，拜拜。最后补充，我刚刚在分享 What's in my bag 的时候啊，漏了一个东西。就是我的钥匙包，为什么会漏掉它呢？因为我把它插在门上，我常常会开门啊，但开门之后啊，它就这样子待在门上。然后我刚刚离开，我现在在工作室嘛，我刚刚离开工作室，发现哎呦，它怎么插在门上？所以赶快回来再跟你们分享。我的包包里面还有这个钥匙包。这个是我包包里面存活最久的东西，它是我人生第一支影片那个淘宝开箱的时候买的，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。这东西用不坏，我真的非常的困扰，让我想买新的都没有理由，真的买很久了。然后它用不坏，看起来也没有很脏，这个东西好神奇哦，它才大概100块左右台币吧，这东西超神奇的。好，以上就是真正的完整 What's in my bag。它的容量真的很大，你看一下，就我塞了这么多东西之后，它还是有空间的，你要再塞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就真的拜拜啦，拜拜。跟大家更新一下，这包包我背了一阵子之后啊，我发现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好像也不小，就是它可能你看哦，好明显，它可能整个料子的处理没有处理得很好，然后用一用，它这边就开始有点起泡了。这可能用久了，整个就会有那种表层脱离，开始那种一波起泡的感觉。可能这边会先起泡，是因为这样子使用比较容易有折到嘛。那其他地方其实如果你使用久了，应该就是以常理推论，它应该都会有这样子起泡不服帖的状况。所以突然觉得这个这样子要1万块，好像有点糟糕哎！我才用没多久，它就已经这么严重了。这样皮的处理很好，所以最后莫名其妙变成一个灭火纹。但如果你就很喜欢这个设计，我觉得还是可以买啊。只是我觉得它品质就没有很好，
我现在有点伤心。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到需要的人，那不要忘记订阅频道，拜拜。